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血脂高的人有很多，如果血脂过高，会危害身体健康，还会损害血管，所以控制好血脂很重要。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用2种中药煮水喝。第一种山楂，山楂既是食物，也是中药材，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山楂含有3萜酸、果胶以及黄酮类化合物，有软化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。可以用山楂煮水喝，也可以直接泡水喝，对降血脂有一定的帮助。但是木子建议胃酸分泌过多的朋友最好不要吃山楂。第二种黄芪，黄芪是很多中老年人养生用的，黄芪也是中药材。黄芪补气养血的效果非常好，黄芪中含有黄芪多糖、黄酮类物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养护血管健康。血脂高的人用黄芪煮水喝，也能帮助降血脂哦。那血脂高的人平时要保持饮食均衡，养成好的习惯，这样可以预防血脂升高。有话说，人老脚先衰，养生先养脚。其实，在我们脚上有个长寿穴，每天按一按，可以达到养生防病的作用。这个养生穴位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在我们脚底，找穴位时将脚蜷起来，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，是足少阳肾经的穴位。我们按摩这里时，可以每天睡前洗完脚，坐在床上，将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上，脚心朝上，然后用拇指的指腹进行搓揉。稍微的用些力气，这样反复的按摩3到5分钟，直到脚心发热为止。也可以用我们的大鱼际处进行搓摩，经常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可以帮助疏通血脉，保护心血管，而且还有调控血压的作用，能够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快，对排毒有帮助。如果能坚持按摩，还能够改善睡眠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养生用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男性不想绝经太早，日常坚持2多2少，肾脏越来越好。2多指的是：第一，多做俯卧撑。对于男性朋友来说，俯卧撑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，经常练习俯卧撑可以锻炼手臂力量和腰部功能，而且对肾脏健康也有很大帮助。每天坚持可以让肾脏越来越好。第二，多用热水泡脚。我们的双脚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那男性朋友若能够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这样可以帮助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对养生护肾也有很大的帮助。2少指的是：第一，少熬夜。熬夜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常事，那男性朋友如果长期熬夜，很容易加速身体器官衰老，还会给肾脏增加负担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男性的生育功能，时间长了会导致男性提前绝经。第二，少烟酒。长期的抽烟喝酒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肺部和肝脏造成损伤，那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到肾脏的健康，从而影响男性的精子质量，使身体提前衰老。所以男性朋友日常生活中尽量做好上面这4件事，既能够帮助肾脏越来越好，还能够帮你延缓绝经期，让你更有男人味。女人过了40岁后，身体各项机能会下降，人也开始衰老，这时候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。若身上这3个地方还很大，说明身体健康，也容易长寿。肺活量大，大家都知道，年轻的时候肺活量都是很大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肺活量和身体其他器官一样，会慢慢的衰弱。女性40岁以后，如果肺活量依然很大，那就偷着乐吧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。耳朵大，耳朵和肾脏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耳朵比较大的话，说明肾气比较充足，对身体的排毒有帮助。所以40岁以后的女性，如果耳朵很大，长寿也会青睐你。握力大，通过握力我们是可以看出骨骼和肌肉情况的。女性到了中年，如果握力还非常大的话，说明骨骼和肌肉力量都比较强壮，骨密度也很高，这样身体相对来说就会很健康。虽然上面这3处越大，身体越健康，但是有一处变大，大家呢就要注意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肚子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，由于身体新陈代谢逐渐降低，身体会发福，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也越来越大。如果肚子过大，会增加身体内脏的负担，影响排毒，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。
所以发现肚子越来越大，就要抓紧时间减肥，别忽视掉。每个人呀都有老的一天，当然逐渐到了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不如从前，身体很可能爆发疾病，所以45到55岁是长寿的转折点，也是人生的黄金年龄。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早晚做好5件事，长寿其实很简单。第一件，早起坚持喝水。早上起床后，身体的血液都比较粘稠，如果这时能及时的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能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的形成，还能润肠通便，预防便秘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第二件，早起坚持吃早餐。早餐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，如果长期不吃早餐，很容易出现肠胃问题，自身抵抗力也会下降，这样健康就会受到威胁。所以每天坚持吃早餐是很有必要的。第三件，早起坚持慢慢起身。很多人早上起床闹铃响了马上起身，这样起床太猛，很容易使血压升高，引起头晕。所以早上起床时可以先躺5分钟，然后再慢慢起床，可能对身体更有益。第四件，睡前注意不生气。晚上不要带气睡觉，这样很容易导致心跳加速，影响睡眠质量，对长寿无益。建议大家睡觉之前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，然后再睡觉。第5件，睡前注意不吸烟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睡前抽烟的危害是很大的。香烟中有很多有害物质，会影响头部的血液供应，加速脑血管疾病的发生，所以建议大家睡觉前就不要抽烟了。陈哥啊，你一般几天刮一次胡子啊？2、3天吧。你问这干嘛呀？哎，你不知道吧？刮胡子的频率决定寿命的长短，但是呢，有2个时间尽量不要刮。我们都知道，男性朋友胡子长得很快，几天不刮，嘴边就长满胡渣，所以男性朋友要经常的刮胡子。但是也有不少男性喜欢把胡子留起来。其实刮胡子的频率决定寿命的长短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男性如果体内雄激素旺盛，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，这时就要经常的刮胡子。但如果长时间不刮胡子，不仅让人看起来比较邋遢，还容易使嘴边皮肤不透气，造成细菌感染的情况，对寿命有影响。所以相对来说，经常刮胡子对健康更有利，也更容易长寿。但是刮胡子也是有讲究的，2个时间最好不要刮。第一，运动前。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。但是男性朋友最好不要在运动前刮胡子，因为运动时人会出汗，这时皮肤毛孔处于舒张的状态，身体血液循环也会加快，汗液会刺激到刚刮过胡子的皮肤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男性朋友可以在运动完之后再刮胡子。第二，洗澡前，很多人在刮完胡子之后，很有可能会给皮肤造成损伤。如果这时去洗澡，在热水、洗发水、洗面奶等刺激下，会给伤口带来不适感。所以建议大家洗澡前最好不要刮胡子。如果想要刮胡子，可以选择在早上进行。所以男性朋友平时要多注意刮胡子的频率，这样对长寿更有帮助哦。这里看到有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，我容易生气怎么办？首先容易生气就要考虑是肝火比较旺盛，当肝气不舒时，就会有心情不好的情况。那经常生气会导致肝气郁结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建议爱生气的朋友平时要保持开朗乐观的情绪，积极面对挫折，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脾气。如果实在控制不住，就掐按手上的合谷穴，可以帮助缓解紧张、焦虑、急躁的情绪，让你很快的平静下来。那屏幕前的人乳腺增生先别慌，多吃这2种食物，疏通乳腺，减少增生。第一种，鱼腥草。鱼腥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鱼腥草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药材，也可以作为食材来食用。其实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它的味道，但是鱼腥草有很好的抗菌消炎、除痛消肿的功效。女性朋友经常吃，不仅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乳腺增生也有很好的疏通作用。第二种，蒲公英。
蒲公英在春天的时候很常见，我们可以经常用蒲公英泡茶喝。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有很好的通乳散结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将蒲公英晒干，然后用来泡茶，经常喝，对乳腺增生的疏通也有很好的效果。女性朋友如果经常出现乳腺增生的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进行调理。除了吃一些疏通乳腺的食物外，大家平时呢还可以多运动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少生气，这样对乳腺增生的恢复也有一定的帮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